这是朝鲜耗资60亿建造的柳京饭店，30年来无一人敢住。这座酒店究竟有多恐怖？今天让我们来聊聊朝鲜末日酒店。朝鲜有一座宏伟的建筑，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可是其内部却是脏乱不堪。这就是朝鲜不愿提及却又必须面对的大楼柳京酒店。柳京酒店位于朝鲜首都平壤市，高达330米，与周围的建筑相形见绌。它的外观极具艺术性，如同金字塔一般恢宏壮观。这座建筑原本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酒店，然而它的建造却停止在1992年，只留下一具混凝土外壳。而这座最高酒店也摇身一变成为最丑建筑。那么为何有人会将其称之为末日建筑呢？其内部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80年代韩国与朝鲜的竞争如火如荼，双方的军事经济都开始出现对峙的局面。然而1986年韩国在新加坡建造的世界最高酒店威斯汀斯坦福德酒店的正式竣工，给朝鲜带来了巨大压力。那座酒店高达226米，不仅外观宏伟，内部更是高级奢华。不仅如此，当时的韩国还在着手准备1988年的首尔运动会，而这2件大事足以能够大大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然而朝鲜怎么甘愿被韩国踩在脚下？于是1986年的朝鲜首领金正日也决定在首都平壤建造一座世界最高酒店，并且还开始筹划举办奥运会，想借此来挑衅韩国。而那间酒店的名字就是柳京酒店。朝鲜首领要求柳京酒店不仅高度要超过威斯汀斯坦福德酒店，它的外观更要别具一格。朝鲜的动作非常迅速，很快便开始了柳京酒店的动工。他们计划这座酒店将于1989年竣工。为了将酒店打造得极具典雅，朝鲜还邀请法国设计师前来制定方案。设计师很快便从埃及金字塔获得灵感，并将其样式融入酒店之中。而这座建筑则由3个倾角为75度的三角形建筑拼接而成，让其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是塔的形状。同时三角形的设计也保证了建筑的稳定性。设计完毕就到了建造时刻，要想建造世界上最高建筑，其花费必定少不了。据说仅仅建造柳京酒店的预算就有7.5亿，而这7.5亿足以占朝鲜全国 GDP 的2%。而朝鲜也知道这笔巨款并不能轻易拿出，于是决定向外资求援。而为了能够尽快筹得资金，朝鲜首领居然允许海外投资者在柳京酒店开设赌场及夜总会。可是尽管如此，也并没有吸引来足够的投资者，甚至筹集到的资金都不足一半。既然有了这个念头，即便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也要立即开工建设，因为大话已经放出，若是收回，岂不是颜面全无？但是令朝鲜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他们将会成为更大的笑柄。不得不说，朝鲜的建造速度堪称一绝，很快一座巨型塔状混凝土建筑便出现在世人眼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可是由于资金一直未能全部到位，原本2年建成的建筑硬是一拖再拖。1989年朝鲜奥运会正式开展，可是酒店依然没有消息。对于国际形势来说，实在是太过可惜。可是资金短缺问题必定是死穴，甚至直到1992年，柳京酒店还只是一具混凝土外壳。朝鲜与韩国原本是一个国家，二战结束后，在世界2巨头美国及苏联的干预下，那个大国分为了南北2部分，即现如今的朝鲜和韩国。朝鲜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韩国则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双方所依附的势力水火不容，因此朝鲜和韩国一直以来也都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2国出现长期的冷战对峙局面。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宏伟的饭店——朝鲜柳京饭店，高达330米。这栋末日酒店究竟有多诡异？现如今，朝鲜与韩国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韩国的经济社会水平远远高于朝鲜，以至于韩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远远高于朝鲜。当然，导致这种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来自1991年的那件大事：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朝鲜也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没有苏联支持下的朝鲜像无头苍蝇一般失了方向。为了自保，朝鲜必须尽快研制核武器，因此朝鲜当时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军队方面。而柳京酒店的工程也只能被迫停工。此时这座建筑已经修建到330米的高度，平壤的这座醒目建筑居然会是一座烂尾楼，原本能够引以为傲的建筑也因此跌下神坛，成为朝鲜的耻辱。而它的存在好像是在俯瞰一座经济崩溃的城市，因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末日酒店。那么这座建筑还会有建成的可能吗？原本金正日建造这座酒店的主要目的就是挑衅韩国，
可是事实上，每年前往朝鲜旅游的外国游客只有几千人，而建造这样一座3000间房间的巨型酒店，无疑是过于浪费。即便能够正常开业，也很可能面临入不敷出的问题。或许这就是朝鲜一直以来不想继续建造这座酒店的原因。当然，更多的人更支持另外一种原因。有人分析，即使柳京酒店能够修建完毕，至少需要消耗20亿美元，而这样一笔巨大的资金甚至会占朝鲜 GDP 的10%。因此，这座酒店不再建设的根本原因，很可能就是朝鲜没钱了。首先，朝鲜最初在柳京酒店的策划阶段，应该就能够想到资金的问题。在国家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对外筹集资金，并愿意一度放宽条件。而且在资金没有准备充裕的情况下，就开始动工，以至于建造出这样宏伟的一座烂尾楼。可见朝鲜为了超越韩国而不择手段，最后导致自己血本无归。美国一家杂志网站甚至将柳京酒店评选为全球最丑建筑。可见朝鲜的这次失败之举，不仅在韩国面前丢脸，更是在全球面前蒙羞。当然，柳京酒店并非一无是处，毕竟它的外观确实是独具一格，而且若是能够修建完成，这里必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是，在宣布停工的7年后，柳京酒店出现了更严重的危机。虽然酒店的基础框架已经修建完毕，但是其安全性能却从未评估，况且多年时间都未曾保养加固，并且由于整座建筑的重量太大，以至于地基出现了严重问题。于是得知此事，朝鲜政府便下令将柳京酒店从地图上抹去，并且将这所建筑封锁起来并抛诸脑后。然而这座巨大烂尾楼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自己的那道光。埃及的奥斯康集团决定接下朝鲜这个烂摊子，柳京酒店终于有机会再次开展建设。他们在这座混凝土建筑外安装上玻璃幕墙，而且还在其内部安装了电梯。2011年，柳京酒店的外观装修完毕，一座现代艺术建筑出现在世人眼前。焕然一新的外观让所有人对这座酒店充满了期待。原本奥斯康集团打算继续开展柳京酒店的内部建设，但是他们后来意识到，朝鲜对外汇管制尤为严格，也就是说，在朝鲜挣到的钱很难拿到别的国家使用，这让本身并不处于朝鲜的奥斯康集团非常无奈，于是便终止了柳京酒店的建设。而2012年，瑞士凯宾斯基酒店集团也注意到这座宏伟的建筑，并愿意接管柳京酒店的内部建设。但是在得知朝鲜一直在开展核试验后，瑞士也果断停止建设。此时的柳京酒店再次进入没有尽头的时刻。这是朝鲜最宏伟的建筑，耗资60亿，却沦为国耻，成为世界最大烂尾楼。朝鲜在1987年开始建造的柳京酒店，由于资金问题一直都未能竣工，但是朝鲜并没有放弃建设那座酒店。2016年，埃及的奥斯康集团返回朝鲜，并决定开展柳京酒店的内部建设。奥斯康集团之前在朝鲜装置的电信网络赚取了7亿美元，但是由于外汇问题，这些钱没有办法转出朝鲜，于是奥斯康集团便决定将这些钱投资于柳京酒店的内部建设。据说当时的柳京酒店还曾出现复工的迹象，但是在这之后，柳京酒店便没有了消息，没人知道其内部结构究竟有没有装修完毕，并且直到现在，柳京酒店都未对外正式营业。2018年，柳京酒店的外部化身成为宣传屏幕，每个面都安装上 LED 灯播放广告，在塔楼的顶部还播放显示朝鲜国旗，视觉观感极佳，可以称得上是朝鲜最耀眼的建筑。可是即便柳京酒店的外部建设已经完美竣工，但它的内部却充满了神秘。那么为何酒店迟迟未能开业呢？如今酒店内部又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位游客用高倍摄像头拍下的视频，我们可以看见在柳京酒店的顶部的几间房间的灯是亮的，并且还可以看到有人影走过。那么这几个房间内会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这是朝鲜政府设立的瞭望室，因为柳京酒店是平壤市最高的建筑，因此在其顶端则可以观看到整个平壤市，有助于国防安全的监视。再者，有人认为这里面设有赌场或夜总会，而只有全球富商才有机会前往。这段2013的影片据说拍摄的正是柳京酒店的内部构造。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构如同普通酒店一般，在窗户面前可以眺望整个平壤市区。然而奇怪的是，视频拍摄的酒店电梯上并没有5层楼的按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5楼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其实朝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警惕性极高的国家，在外国人入住的朝鲜酒店内就曾有人发现监听装置，可见在朝鲜的外国人一般都会受到朝鲜的监管。不仅如此，在朝鲜的许多酒店都会出现楼层按钮缺失的情况，而如若有人想通过楼梯前往，
则会被工作人员拦住，而这些楼层的秘密或许就与酒店居住者的信息有关。柳京酒店内充满了神秘色彩，有人认为这座建筑不对外开放的原因是朝鲜在其内部建造机密场所，用于存放国家的机密文件及设备。当然，更多的人则认为柳京酒店的内部装修成本过于昂贵，而朝鲜没有经济承担，于是他们才不得不将这座酒店暂时搁置。那么你认为柳京酒店会在何时建成呢？我们有机会前往入住吗？